通常提到外接显示器，很多朋友想到的是这种给电脑用的显示器，但你可能想到过还有给手机用的显示器。这是一个墨水屏手机显示器。如果单看外观，你肯定会纳闷怎么长得有一点像电子书。严格来讲，它当然不是电子书这个品类的产品，要使用它就和使用电脑的显示器一样，要先连接上手机才可以，跟一个可以独立使用的电子书完全不一样。但是从体验的角度上来讲，我其实反倒觉得这个墨水屏手机显示器跟电子书的使用差别并不大。先说一下它的特点吧。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这块墨水屏。简单来讲，墨水屏和手机上的 LCD 屏因为显示原理的不同，墨水屏会护眼很多，看久了眼睛不会难受所以墨水屏最常出现在电子书这类产品上。而巧的是，我就因为常看一些网络小说，导致我的眼睛会经常出现干涩的问题。即使我同时打开手机的黑夜模式和护眼模式，把各种 buff 拉满，不出10分钟眼睛又会开始难受。而这样来看，这个墨水屏显示器似乎正好可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使用墨水屏显示器浏览小说的这几天时间里，我的眼睛确实没有再难受过不过肯定会有人疑惑，为了护眼直接买一个电子书不就行了吗？用电子书看当然也可以，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显示器，显示器能显示的肯定就不止文本了。机身左侧有4个按键，上方第2个按键可以切换显示模式，除了正常的文本和图文模式外，还有一个视频模式不过受限于物理材质的限制，用它来播放视频有2点是绝对不如 LCD 屏的，分别是帧率和残影尽管厂家在这方面已经尽力优化，但毕竟墨水屏的材质天花板就在那儿摆着，在这一方面肯定还是不如 LCD 屏的。所以你可以用它来看视频，但前提是你得能接受这个帧率和残影的话。对了，游戏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帧能玩，3帧电竞，拿上它随时电子竞技一下也肯定没什么问题吧况且就算父母发现你在打游戏，觉得玩手机上瘾的话，但这一次不就有正经的借口了吗？开玩笑总的来看，虽然它本质上是一个显示器，但受限于墨水屏材质本身的限制，大部分用户能够真正愿意使用的功能，其实和电子书的功能高度重复。而一个售价几百块的电子书跟一个售价1700左右的墨水屏手机显示器，该怎么选应该不用我多讲吧所以我挺疑惑，大上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多此一举的产品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是这个产品的受众群体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与其买这个墨水屏手机显示器，确实还不如买一个电子书更加划算但有那么一小部分群体就不一定了。在电商平台的商品评价里，会发现有不少要么是因为自身有干眼症，从生理上短时间内都没法直视发光屏幕，要么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刷文字类 app，或者是长时间码字等原因才去买它。对于这类用户而言，电子书这种功能单一的产品根本不待考虑。而像墨水屏手机这类产品，虽然也可以用来打电话上网，但毕竟这类产品的主要卖点都在墨水屏身上，至于性能方面则几乎都是一些中低端的芯片。而大上墨水屏手机显示器的出现，既可以让这类用户在不伤眼的同时，想用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而且还能完全复刻手机 CPU 和 GPU 本身的性能。对于我们而言，多此一举的墨水屏手机显示器，对于有干眼症等问题的用户而言，却可以让他们多一道选项，眼睛难受时不再只能选择墨水屏手机。不过它的优势虽然很明显，但缺点也肯定还是有的。由于它需要连接才能使用，所以不论是有线还是无线连接，手机都必须得在身边并且还不能锁屏。而在手机熄屏后，虽然依旧可以使用，但点击后手机屏幕又会被唤醒，而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外面使用它，手机被我放在了衣服里，则会有误触的风险。那如果拿在手上，手机加显示器再加显示器电池，重量绝对能够超过1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是 iOS 用户，那么我强烈推荐你一定不要买它的连接体验对于 iOS 用户真的非常糟糕我在刚拿到手的第一天就花了一整个早上的时间去琢磨它期间虽然有几次连接成功了，并且校准了反向触控，但真正用起来就会发现这个反向触控根本就不跟手，
我点这儿，它指那儿，而且每次使用前都需要重新连接。然而，每次成功连接的概率连1/10都未必有。这个问题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是因为 iOS 系统本身就很封闭的原因导致的。总之 iOS 用户千万别买。而我换了安卓手机连接后，2分钟就搞定了，并且分键触控也丝毫没有问题。总的来看，墨水屏显示器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就是一个更贵一点的泡面盖。就比如我自己，虽然看书时偶尔也会有眼睛干涩的问题在，但起码也得连续看上2-3个小时之后才会难受。但大多数情况下，很少会一次看这么久的书。所以墨水屏显示器对我有用吗？有用，但用到的机会真的太少了。我断断续续用了它不到1周的时间，就彻底懒得再用了。不过对于有干眼症、每天长时间需要查阅资料、码字、刷文字类 app 的人来讲，墨水屏显示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比于一体化的墨水屏手机，它在便携性上虽然不如这种墨水屏手机，但也正因此，它可以完全将手机本身的性能记到墨水屏显示器上。对于忍受不了一些墨水屏手机搭载一个中低端处理器的用户而言，确实是更好的选择。而除了手机显示器外，大上还有平板和电脑端的墨水屏显示器。对于平时使用这2个产品更多一些的人来讲，也格外友好。以上就是这期视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加转发。如果可以，再给一个大大的关注。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